Before the show starts, please turn on CC subtitles. 手作森林陪伴你的手作日常，欢迎来到森林小秘境。啾啾啾啾啾！今天的是什么啊？没有，因为刚才第一次录的时候，有人声音比我还大，所以我第二次决定我换角色。输人不输阵，真的是，那到底是什么？那是一个动物吗？就是我啊。Niki 毛毛。对啊，我本身就我的天哪！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听说是在美国留学的。他很棒哎，自己 Q 自己。对，因为我刚才看到大字报了。对啦，因为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其实 Niki 在去日本之前，有去那个美国留学的经验是吗？对，我刚到的时候就一直在搜寻有什么教室可以上，就是什么烹饪啊什么东西的。可是你为什么会去美国啊？因为我老公去那边工作，然后申请签证那个过程还是蛮繁杂的，但是最后我们就到那边去，就是租房子，要住在那里。所以你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那里上拼布教室吗？你只是因为一个环境所逼。对，环境所逼，所以就过去那边就想说找教室，然后他那教室其实有蛮多家很有名的那种拼布教室，就是完全是拼布的那种教室。完全是拼布的教室是什么意思？就是里头有布料，然后他没有教包包，他也没有教衣服，他就只有做拼布。只教你缝这样的。对，就拼布就是作品一个，都是被子类的，也没有那种小物，都是那种很大型的被子。所以我就去那边就报名了，然后报名以后每个礼拜去上课，这样。然后所以我每天的行程大概就是早上，大概4点多起来做早餐。来喽！继我们上一集那个非常紧凑的行程之后，因为我都是早上大概4点多起来备餐做早餐，然后5点多就做好早餐，叫我老公起来吃饭，然后吃完他就去上班，然后我就开始备晚餐跟中餐的东西，然后就准备出门上课。好精实因为没有去外面很贵啊，所以然后坐那个公车要大概100多块嘛，所以我都用走的。100多块？你是说台币？对，台币。所以我都用走路的，就不论去哪里都用走的。可是美国这么大你要怎么用走的啊？就走3-4个小时吧。对。就是为了省钱，所以我有时候会有一小段坐车，然后后面用走的这样。然后就省一点钱，然后过去那边上课就是先提早到嘛，因为他们那边用Berliner，就一人一台，然后桌子超级大，大概等于我们楼下二楼桌子一半，一个人有一半的桌子，对，其实不错哦。对啊，我们楼下那个一半的桌子是3个人用的哦。然后我们大概8到10人上课，然后就开始会有一些妈妈跟我闲聊，这样空间非常的大桌子很大，空间没有很大，但桌子很大。妈妈跟你闲聊什么？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外国人，很特别啊，有趣啊。插播一下，你英文好吗？这样会不会很失礼？我觉得我的英文不太好，但是我可以，就是他跟我讲话听得懂，但是我会用很简单的方式回他，知道就是反正让他了解我知道就好了。所以你没有在美国上语言学校？我原本想上但是我觉得花那钱不如去上拼布。对啊，所以我就后来就一边上拼布，然后就是假日的时候就当家庭主妇这样子。好难想象然后我那时候我们家有2房，然后其中一个房间就变成我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然后我就在那边买了一台Berliner的缝纫机，然后那缝纫机是在那个纽约的一个地方，在纽约买的一个缝纫机。对，它是有一区就是很多犹太人。然后它是一家犹太人开的一家那个缝纫机店，然后他的缝纫机很特别它是开了好像40-50年的店，一进去有左边是脚踏车，右边是缝纫机，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他就说脚踏车跟缝纫机是每一家必要有的东西，所以他只卖这2个东西，很特别。所以我就跟他买了一台 Berliner 比较高阶的缝纫机，这样，然后就在家就是自己每天在家里车，然后有车包包也会送同学。因为他们比较少做这种东西，包包类的，所以我就会做一些包包。就是那种可能挂饰，就是大片的那种。对，就是很大片，然后铺地上、铺被子当被子之类的。对，然后后来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很想要去那个拼布法源地在宾州，所以我们就有一天晚上就决定我们要去宾州，然后就订了大概6-7天的那个旅馆，然后就开车过去。开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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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远，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它是一个那小镇叫阿米许，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镇。然后它里面就是没有车子，所以都是马车，就是看到没有车子你就开在路上就看到马就会超车，有没有？就是马车，然后他们没有灯。然后路上房子就是那种你想的那种就尖尖的那种房子，然后他们就是在外面晾拼布被，就全部都这样晾一排一排的拼布被，就是晾干吧，因为真的有在用。然后我就是它有一些是小店面就可以进去逛，然后有一个博物馆也可以进去逛。拼布的对，博物馆馆，我在里头订了一个小的旅馆，然后我原本是订大概5天吧，就后来就决定要住2个礼拜。当下就跟他讲说我要再多住，因为那地方你们有机会你要去，真的很酷。就是他们每天就是都在缝东西，从早上然后太阳一出来就开始缝到天黑，然后就休息。但是他们这样子，他们是一个产业吗？我的意思是说，他那些东西是有出售的吗？对，他就是在他的就很像他家里客厅，就是你可以去逛，然后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其实我觉得不贵耶，其实就算是一个小镇，但是每个人家里都是一个人工作室。对，他就直接在他的客厅卖东西，哦然后如果他被子，他通常是一个床就放在那展示嘛，然后上面可能有20条被子，你要一条一条这样翻开看，然后一条被子大概5-6千块台币，我觉得很便宜。对啊，如果真的很便宜。然后是拼布缝的小东西话不得了，像那个他们做那种小杯垫啊，都一个大概几十块而已耶，都是手缝的。我就觉得其实你是说几十块台币，就对大概$1-2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而且全部手缝，然后都是拼接的，所以我在那边就是你知道爆买一波。他们都会穿一个蓝色的衣服，就是有点像围裙，是他们传统的衣服。他们所有的人都穿这样很朴素，男生也是，女生也是，小孩也是。然后他们会缝那种娃娃，然后娃娃的衣服也是穿这样。对，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看，因为它不太像这世界上有的地方。就是有一点很原始跟外面其实有点隔绝的感觉。对，我那时候很怕，我就是离开了，然后我就其实已经过20年之类的，就是他那整个城市回时间的那个然后他们流动速度他们都是不一样拿小油灯，晚上你就觉得你很难想象怎么会有油灯这种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他们是过着没有电器的生活吗？还是我觉得我没有在那边学拼布实在太可惜，所以应该在那边跟他讨教一下。他们那边应该是没有开教室，他们就是单纯自己家里面对，然后他就是这样做可能出售这些东西当做他们的一个收入来源。可是你去的时候有很多观光客吗？完全没有不然只有我是黄种人他们要怎么其实过生活、我觉得根本没有人。但是如果你们现在看那个日本那种拼布杂志，就是每年都会出4季的那个里头，常常会讲到这个他们里头的这个发源地的故事，对，然后都是会他们可能有记者会去采访吧。发源地，所以其实拼布的发源地是美国，不是日本。对，但是日本把它发扬光大，然后日本的手艺也很细嘛。对，然后而且阿米雪布它都是很多素布，就是蓝色、红色、白色，我说他们不是用花布去做拼接的，基本上都是素他们会不会其实是用自己的衣服剪下来再利用？就是他们的工也许没有这么像日本那么精致，但是我觉得它的配色就是非常美国风。那时候我买了好多布回来要做，希望有一天拿出来做。你不用买，楼下也很多啊，店里面还有很多啊。对，等着但是你去用我觉得在那边上课的那个风格跟日本真的不太一样，就是美国的他们比较注重配色，然后一些机缝的技巧。所以它的技术层面是比较低的嘛，就是它没有要求你要做一些对，很细的东西，但是他们几乎所有东西很厉害的东西都用机缝，连那个滚边，他们像那自由曲线，他们都用那种自由大型，他们家里可能很大吧，每一家都有那个1-2公尺的那种大型机器，然后他们就很热衷于在操作那个机器。那像台湾，大家家里基本上不会有空间可以放，日本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很喜欢做那很大很大的作品，然后后面可能会做绒布当后被子，就是那种很大型。对，可能是他们也比较高吧，就他们东西都做得很大，然后他们的那个车缝啊，他们就是会看那荧幕，然后可能自己先画设计图，然后照着那种感觉去车，而且站着，你知道吗？那都是站着，是因为它就是体积很大，然后要做自由曲线，对，所以就站着，很像在操作那个工厂的机台那种感觉。对，我们店里原本也有一台在2楼，但是没地方放，所以后来就把它放到别的地方了。它也是大型的自由曲线机，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讯我。上链接。对，因为这真的很少见。可是像美国，因为之前说日本的那个拼布其实是有流派的嘛，就是你如果跟着什么老师学，可能学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技法。那美国也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美国的色彩比较丰富，而且它就会颠覆你想象。日本的东西就差不多，就是反正就是笔很细，就是你要用放大镜看得很细。你有去看那个拼布展对不对？你有看到那个展是拼布？没有，但是雪莉有分享给我们看拼布展的照片。对，就是它非常的精细。那美国每年都有拼布展，在11月休斯顿。那个拼布展我有去看，我觉得非常棒。就是它的风格跟日本是完全，它当然会有一小区日本区啦，但是它的风格是真的是很大胆。然后得前几名的作品，他们都那个主角都会站在那边，因为他那个受那金赏有没有？就是他都会在那边解释他的作品，然后那作品真的，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来怎么做的。他们的做法都是你真的猜，他可能把布翻来翻去，或者是特别用什么特殊材质，然后进去里面放在最里面，它会凸起来或什么的，就是很创新。对。他们得奖作品都非常大，大概300公分吧，就是大型作品。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然后他们像休斯顿拼布展，他假如说连续好几天嘛，那中间的所有时间你都可以报名课程，现场去他们的名师，他们有些老师很有名，就有出 YouTube 教学啊。所以他们老师也会，你跟了 A 就不能跟 B 吗？应该是不会啦，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我觉得美国比较没有这种限制。对。而且他们比较偏，就是他觉得你想要做什么作品做出来，但是日本就是比较希望你可以依照他的技法，然后用那老师的布。那如果你假如说你用那个老师的布做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基本上不会跳脱出那个。那他也不希望你是我的学生，我是那种大胆，但是出去却看不出来是我的风格这样子。对。所以你们注意看那个拼布杂志上面会写，例如某某某得奖，但他旁边会写谁谁谁监修，或者是谁谁谁。他就是表示他主要指导老师是哪一个。但是其实你根本不用看，就知道那是哪个老师的学生。对，比较偏那种风格。那你在美国也上了好几个拼布教室吗？我上了2个拼布教室，但是就是作业实在是有点太多，因为他们那个作业很大，就是你要把整个客厅铺满。我们家很小嘛，就是整个客厅要铺满，然后在地上在那边梳缝。对，他们都用梳缝枪，就是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用手嘛，然后他都是用梳缝枪，就是做比较，他不会去对那个点到点不对到，就比较大而化之。对，所以你在去日本之前，你先学了美国的拼布教室嘛？那你去日本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点对点啊？像美国就是你远远拿给老师看就好，他就会说，这颜色怎么样 ？OK。然后日本的话，他会很近的说，等一下我待会检查，然后就要放在旁边很认真看，还翻到背面然后看，然后默默的就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然后还没有阶段，我说我下次马上修改。就是他不会把话讲出来，但是你要自己接后面的话。那美国他就会觉得说，你的颜色很创新，很不错哦，那很棒。他就是以鼓励的方式。这真的是风情完全不一样，民族性我觉得就是各个民族的特色。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店，我非常鼓励学生，就是然后他们都觉得我很不真诚。老师，我真的觉得你考好错，可是我觉得你做的非常好。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比较收敛了，我就觉得说，你这个地方要改，我还是要告诉你要改。一开始我也是哇，真的也是走美国 style， 一直称赞，然后学生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想说我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因为后来我自己教拼布，我就觉得其实有些学生他也许喜欢这样，但这个配色其实不够好，我还是会讲。对，因为他可能觉得他可能就有盲点，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子不好，但是你可能告诉他，而且我觉得你不能只告诉他不好，你要告诉他为什么。就例如说这个东西可能你这地方不够花，才不好看或之类的，他才有办法理解，然后才有办法进步。不够花，然后不好看。对啊，像有一些那个拼布，如果你这一块刚好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很素，就不好看，跳不出来的感觉。那我常常就跟学生讲，什么叫花，就是不是点点就很花，或者小花就很花，就是要它的颜色很多，就一块布，像我这个就是不花。就只有2种颜色，你那个也很素，我们今天也很素。对，就是上面很多颜色，那就很花，这样子。对，就是一些就是观念的教学啦。对，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去考一个拼布的讲师好了，所以除了技法之外，是不是色彩学等等都是一些对考试的科目啊？但是日本有上色彩学，但是美国没有证书因为我当初很想拿，我想说，我既然去美国，一定证书达人，就一定要去拿。就是他就是什么证书都要拿，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证书，所以他们其实完全，
是不是美国老师其实很希望他教你一个技法，然后你自己去创造出你自己的做法？对对，我觉得有点像是，可能在美国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这么技术性的专业的东西，他可能就是，譬如说，因为你说你可能去找拼布教室上课，然后或者是找烹饪教室上课，他可能比较像是一个兴趣的东西，所以对，而且他不喜欢你跟他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不希望你就是看起来跟他一样。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民族性不一样。他希望你创业，对对，创意很有创意。他希望你创业，哇！而且你知道我在那边拼布教室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小朋友，大概4-5岁吧，3-4岁，白人的小朋友，然后他进去就跟他妈讲说，我喜欢这几块布，我希望他可以做成我的裙子，然后我想要这边又有一个荷叶边，这有什么？我就觉得哇，他那么小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非常的棒。就这么小，然后他就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布，他还说这个布很衬我的肤色，我就哇，好厉害，连衬肤色都讲出来。所以你看这么小，他就有办法就是表达他自己想要做这个衣服。一般小朋友进去这种店不会是这样子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有没有可能他小时候妈妈就跟他说，来你自己选你喜欢哪一件？有没有2岁的时候就是你用手指你想要穿哪一件？搞不好你是不是现在开始训练还来得及啊？你说丝光棉吗？你小孩应该也会挑衣服穿吧？现在、对，因为自己做的话，就是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衣服，像自己喜欢的颜色跟自己喜欢的花色。现在像美国的拼布老师，他们都有在做 YouTube， 很早就有做了。然后一些教学，像他们有那个尺很有名，几乎很多老师都用那个尺，就是厚的，有种厚的像自由曲线的尺。那个尺台湾很少人有卖，然后他就是靠着那个尺有办法车出一些形状。那他的那个像 YouTube 像一些很大的名师，他们都有在各大就是网站上教学，像日本比较少我觉得日本的老师比较不会这样一直曝光，然后教大家很多就不尝试的教啦，比较少。但我觉得美国的老师比较有办法教，而且他们都算的。日本通常都是画纸型嘛，然后把纸型画在布上，但美国的话从头到尾用算的。他是用英寸算嘛，但是他可能就是你是说几个格子几个格子这样吗？他要做出这个，他一直回推到他最后要裁多少步，然后车一到的时候剩几公分，再车一到，然后最后是算出来的。他比较偏这种算法，其实比较博大精深。难怪有一个美国牌子的铺棉是上面是有格子的。哦，真的吗？就是专门在做拼布，对对对，就是在做 pattern 的一个，因为他们会精算回推到。我一开始想说这格子是要是要做什么用？对对，他们几乎都用算的。那他因为是英寸，所以我有买一堆那个英寸的尺，就是专门做美国的作品。因为他假如说2.5寸，你要怎么画？对啊，所以很痛。对啊，2.5寸，而且我们还要乘2.54。那像美国有一本叫《拼布圣经》的一本书啊，我下次借你们看。它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的一本书。美国人好爱出圣经哦，你知道吗？对，它就是那一本，你可以研究一下。我家也有各种圣经，烹饪圣经，烹饪的圣经。烹饪我那时候也很想学，但是他们的那个量叫做 Bible，他们后面的那个量数是不一样。美国的书啊，因为他们都是用杯跟尺来算，完全没有重量这种事情哦。他会跟你说，然后你会觉得到底要怎么做到奶油2/3杯这件事情呢？你也知道奶油它是一个方块，但是它的杯到底是没有公定的杯啊？杯就是1杯200ml的那个杯哦，所以他跟你说2/3杯的奶油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要我怎么样啊？所以你要先把奶油融化。没有些东西是不能融化奶油的啊，所以你可能变成说我要去查说1杯的奶油是多重。其实网络上很多人有分享，就是你去怎么换算盎司啊，或者是杯啊什么之。你说一茶匙可能就比较简单，因为我们会有那个量尺嘛。可是我跟你说，什么半杯奶油，我真的没办法然后结果到最后我还是把它换算成克，对，全部都还是要把它换算成公克。对对对，我也都是上网查几克，然后做。对啊。因为那时候我的兴趣也是在做这些东西。你知道我其实以前有一个梦想是，如果可以出一本食谱书的话，我就会把它用成半块奶油。但是奶油有大的跟小的你可以写啊，譬如说1磅装的啊，然后是半块啊。那我们就等罗莎。你知道吗？我就是希望是可以过一个没有那个秤的生活。
就你要做，你就是随时在家里可以这样子，对，因为要称，随手就拿。有的人可能没有称，他甚至连那种公定的量杯都没有。可是如果你是一定的比例的话，他只要是同一个杯子，做出来的一杯1/2杯就可以用啦。因为我在那边，我只要是缝纫停下来的时间，我就是在做各种，例如霸丸，然后就是各种台湾的美食。这真的是去就是欧美国家的亚洲主妇会做的事情呢。其实我以前上网看的食谱啊，很多人都是他可能住在美国，他没有办法吃到。对，就是譬如说你像霸丸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他买不到，他就会开始想办法找相近的东西，然后去把它做出类似的味道跟口感。天哪，你还在家里催霸丸，不太好吃。对啊，那时候就是只要是一有闲暇我就做这些事，然后不然就去看展，因为博物馆常会有一些各种展嘛。因为我觉得就激发创意啊，我觉得那边的博物馆真的做得很好啦，对，是真的很棒。真的哦，可是你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生活啊？纽约啊，纽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很贵，所以纽约就是基本上都走，然后吃东西就自己煮。哦，你没有去过是不是？下次带你去。大家都听到，广大的听众们呐、对，因为他那家拼布教室，我想应该还在，他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就是他们那边其实有很多教室，就是有几条街都有很多教室，然后可以去那边逛一下。我觉得所以其实那个区块也是拼布教室的集中地的感觉。对，然后它有一些二手书店，全部都是卖手作书的，就是整区的，那也可以买一些回来，但是就是你要换算英寸。那我想问，就是美国拼布的去上课的这些人的年纪的落差，我觉得都跟日本差不多，就是在年纪比较稍长一点是吗？60左右上下。但其实日本可能还猜得到，美国会有点猜不到，因为我们是亚洲人，就很难猜测他们年纪。其实通常有到一个年纪在学拼布的人，我都会直接问他几岁，他们都会很乐于回答，因为你已经到你知道80的时候，你就觉得80很厉害。对，他们都可以缝到年纪非常大，对，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缝到90岁。你可以啦，你可以的，你这么健康那手作这件事在国外是很盛行的吗？其实是我觉得台湾反而没那么盛行。对啊，其实我们手作在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但我有点不太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会不会是其实我们东西太便宜了？哦，对，有可能。就成衣来说啊，或者是说是像刚刚你学拼布一样，老师他不喜欢跟别人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有很大部分的人是喜欢自己去创作新的东西，所以可能当然买成衣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可是他们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就只能台湾有我们创造了，要不然就是他们的商店距离太远了。有些人他没有住在那种很方便的城市，他没有地铁，或者是他每次出去都要开车。对，因为他们去超市都要开车，他根本就不想出去买东西啊。然后依照我有认识一些就是国外的朋友，然后他们那边的就是线上购物是没有那么发达的。因为他说他们有些地方住得太远，那个货运送去啊，那个运费其实根本就不划算，所以其实他们的线上购物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发达，就是以他们的人数啊什么来说，不像我们台湾什么，我是说我们那个24小时之内会到货，他们觉得那根本就是早上下晚上就到了，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有可能。像他们有一家连锁店叫9N，就是一家很大型的连锁店，然后它里头有卖所有的手作品，然后绘画的也有，然后布料也有，那布料真的非常多。我觉得像这种店，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美国，就可以逛一下。它就是一整天可以耗在那里，你们如果喜欢手作，就觉得很棒，有点像9x9逛到爽的感觉。对，但是它比9x9再大一点，有点大润发。对，它的腹地到底有多大啊？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开车，你就停在那边，就进去逛。那如果现在是万圣节，就全部万圣节的东西，它可能一整区，然后布料非常多，你就会发现哇，我们店进的美国布也太少了吧？他们品牌可能几百个，然后我们还可能进1-2个。然后他们的那种特殊材质布其实非常多，我们这边根本没有啊。像我们店只有豆豆糖还算是新进到的，然后绒毛布没了。主要是大家不敢尝试，连二重纱我们都没有。他们二重纱什么都有很多啊，还有拼接的布，就是布来的已经是印起来就像拼接图案的，不是印起来是真的拼接。
是真的后面有拼接缝份的那种。很像加工布。其实我每次去都好想买回来哦，真的太多了，真的你进去，然后他们都会有那个折价券，就是你进去然后可能弄一弄就可以再打7折之类的。你有看过一个节目吗？就是折价券的达人，然后他就是真的去买东西，那应该不知道是 TLC 还是哪一个的节目，然后忘记他名称了。他就是住在美国人，然后他们就是像你说的很多 coupon，然后就会有人去买，因为他买越多越便宜哦。对，他就是买一大车，然后家里大概就是有一个地方专门仓储那些东西，他可能一次买就是一打就是12罐，然后而且是很大罐的那一种，好可怕。然后他就是用折价券折到来，他买了可能一开始可能上万块的东西，买回家只剩下几百块。对啊，很夸张是一个很夸张的，我都不知道那个节目是做真的还是做假的，可是你就会觉得，但是你要会用啦。因为有时候我们通常就是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们就会我都会推一台购物车去买，然后一直装上去。然后有时候就是他有个地方会帮你量布料嘛，就跟日本一样会帮你量。然后我就一边开，然后就看到一些东西就一直丢，然后丢到快要接近的购物的时候，就开始找那个折价券，就他马上就可以帮你打折。我觉得对啊，有机会真的你们要去逛一下。那个节目真的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到对啦，因为他那些西东西他都还仓储在他家里，他有一个专门的地下室。美国房子不是都很大吗？专门的地下室，然后就是在堆积那些，但是他买当然都是不会坏掉，譬如说洗衣精啊，或者是家里的清洁剂、卫生纸。跟我们旁边，因为你知道美国他们很多人就是学拼布，他们家里就会有一个像桌子的东西。然后它那桌子可以一直打开，我看过那对，一直开，然后可以里头会非常各式各样尺啊什么。我觉得是收纳在里面这样。我原本我超想买回来，但是我想你可能没有办法运回来吧？对，就没地方放啊。所以就你知道他们那种桌子，其实你们真的家里如果真的是豪宅，真的可以买一个，因为它就是特别为了那设计的。这件事情就是在你们家里如果是豪宅，这个点就已经停止了。对啊，对，因为它里面的收纳都是为了这边是收缎带，它就是完全做收纳，就是很像一个橱柜这样打开，那一排就是缎带的尺寸，然后平常可以全部关起来，就不会有灰尘。哇，好啦，有机会我们就像一个衣橱，就是好进去一下嘛。你不要讲话，他刚刚在讲很重要的事情，来没有没事。什么？好想去走一走。我觉得你们真的有机会可以走。虽然说真的，你们要去那边，如果要上一个拼布课，真的是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我觉得至少要去一个。你是说因为距离很远吗？对。可是就是学费来说，有相对比较便宜吗？其实都差不多，那美国很多都是算那个单件，就假如说这一件多少钱？你是说作品吗？对，假如说这个被子，假如说3000块台币。学费，然后另外再跟他买布，那买布可能也3-4千这样子。对啊，那日本的话就是，好像差不多钱呢。基本上拼布就是没有很便宜嘛。对。但重点就是因为爱啦，所以就可以把它支撑下去。那美国的工具有一些很特别哦，就是一些很特别工具，你去那边都会看到一些，例如可乐牌在那边的形状就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但是还是可乐牌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你可能没有看过牌，在他们那边很大，但是却没有进亚洲，好像没有进来的东西，没有习惯使用到这样子的尺规啊，或者是剪刀。像我这次我去年去美国，就是去逛那个9N去买了很多剪刀，我到现在舍不得用。它的剪刀上面会有一些图案，就不剪，但是它的那个铁上面会有图案。好啦，像那个改天来抽奖，抽那一些剪刀。哇塞，你自己都舍不得用哎！我自己舍不得用，但是万一有人很珍惜，不是更好？哇，你也很珍惜啊，你都舍不得用哎。对啊，就是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如果你们真的有预算，可以去日本跟美国去学一个单堂课。像你们不是会去什么5天？去日本5天6天，就中间有1天可以去上刺绣课啊，或者是去美国吗？日本也可以啊，就上讲习啊。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但是那种讲习，我们要去哪里？就是找到上课资讯、你们可以上网，就是找美国的什么刺绣学会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上网找有什么1日讲习，什么现在很流行1日讲习啊，然后你去找一下，然后现场报名，然后不是现场报名，线上报名，然后当天去就好了。我觉得如果你们非常有兴趣，可以去讨论。像你学日文，就会去测自己的听力，都听不懂这样。对，因为我觉得那是很不错的体验，那是蛮不错的体验。对啊，1日课哎，感觉好像你要开一下1日课啊。好啊，但是你要确定哎，单堂可以
结束的东西、之前我们店有开那个抱枕，就是拼接的抱枕，是当场是一天是可以做完的吗？对，一天可以做完的。哇，好啦，就是开课的话，留言+1，好吧？对对对，如果有人想要就是上1日课的话，对啊，我想。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台湾也找不到有身上背了这么多证书的一个老师。工商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有的限定课程，给自己1日的手作疗愈时光，零基础新手 OK，1日即可完成，人来即可。报名请到 Facebook 或 Instagram 私讯小编哦。我觉得 Niki 真的颠覆我对拼布的想象，因为以前我对拼布的想象就是那种老人家在做。我不敢这样说，我没有说就是颜色比较传配统色比较传统。然后因为我妈妈自己有在学拼布，然后她那时候就一直说：“你可以来学。”我就不要这样。主要其实是布料的问题。对啊，对，以前就是配色，我的小姑姑她也是做这种手作，她也是家里会做拼布。然后那些我也就像跟 Yui 讲的一样，就是看到就是有一种你不会特别觉得有什么感觉。他们的色系都比较偏咖啡色或者是蓝色啊，就是一些比较细感的色，对，会让整个心情沉淀。对，它是一些很平静的颜色。对。可是啊，如果来我们店里啊，看到有一幅挂在1楼的，我们就是 Niki 的作品，那个颜色真的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非常亮彩的。没有，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其实是应该就是用自己喜欢的布，然后去做成那。像有些布我很喜欢，它中间有个小图案，我很喜欢，那个布就留着，然后有一天你就可以把它剪下来，就那一块小地方拿来做。因为有些布你就是剩下那个边边很浪费啊，那块布你又很喜欢做的衣服，你就可以把它全部做成一个作品，就参加1日讲习，然后把它做起来这样。有没有听到重点？1日讲习来留言+1那你们2个都要报名哦。好，绝对报，绝对报。留言+1天可以吃完，我就可以来上课。对，因为其实拼布最主要大家不想入手的，第一个当然可能是以前传统颜色，第二个就是花很多时间。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快速机缝的东西没有需要这么久。对，以前最一开始是不是其实都是手缝为主啊？对啊，就一根针一捆线，一针一线这样子，其实很浪漫。就是因为我们店不是有一些手缝的同学，他们就是喜欢那过程，他就觉得有一种永远缝不完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他桌上他其实只要带个小铁盒就可以装那些东西，就是他的布块全部在里面，不是针线，因为他就不需要机器啊。你机缝你要带多少东西来上课？对啊，所以他就是有那种就觉得他那时候可以放松，而且他们说那时候都是什么都没有想，就是在缝而已，清流。清流，心流，对，就是心流，就是感觉，我觉得那也是练心啦，对啊的一个过程。我们好多拼布同学访问，他们都说他们都就是跟着我们Niki老师5、6年、7、8年这样子。对，应该7、80年也会有可能。你说，因为他们一直都缝不完，他们就是只好一直来上课，而且就是那个过程，其实比那个作品中间更疗愈。我觉得那很难形容，你们改天缝看就知道了。我完全没有想象过去做拼布这件事情你下礼拜就会开始做，这么快？对啊，因为就是你可以用真的拼布是用剩的布嘛，或者是不需要的布。那不需要的布我们可以做包扣或者是小物，都是很把它利用到最后一刻才真的拼布啊。对啊，真的，因为我其实有在看一些就是影片，然后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剩下他做那个洋裁嘛，剩下的那种小布块啊，就是全部把它。就是车成一个毯子啊，或什么，然后就是他也没有要干嘛，他就是一块布，然后挂在椅背上，就是挂在木头椅背上，然后那椅子瞬间看起来就很高级耶。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每一块布它有它的故事，像他们百纳被就是把小朋友的每一件衣服剪一块下来做成一个被子嘛，小时候的衣服，那有可能是2重纱、棉布，都全部都不同材质，其实很美耶。你们要不要试试看，把你们不要的衣服？对，就是做成一件小被子，我觉得那个它每一片都有故事，是很棒的。像我自己做一个那个被子给我女儿，就是用她有一些是用她小时候的衣服，然后她看到她都会说，那时候是她小时候 baby 穿的衣服，你就觉得很棒啊，就是那个过程啊，对啊，得到舒压。哇塞，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事。对啊，有没有越听越想要来上拼布课？对啊，来下面那个报名链接哦。连我们片师都想上了。Niki 老师的拼布课已经爆满了。对，因为他就是常常1个月才上一次。对啊，别乱爆料。
上课时间非常的稀有，好不好？就是想要报名的人下面开放链接这样。那你觉得你自己的拼布风格吗？可以这样说，是美国影响你比较多，还是日本影响你比较多？我以前一直觉得像我是不是要跟日本人一样做一个像粉红色系，就是一直都做粉红色的老师。还有这种有啊，他就只做粉红色。对对，仔细快早老师也来过我们店，就是他只做粉红色。那我是觉得我不想要走到这么极致，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做。我只做我喜欢的，那可能现在最近我喜欢那种北欧风的图案，然后下个月我可能又改变了，我喜欢小碎花都有可能。我觉得这样子无限可能比较让你自己舒服一点，所以我的作品就是风格差很多。像我以前也做过那个鲜染布风格的你们要不要改天看一下？然后不是鲜染，是比较平静的风格。然后我前一阵子有一阵子很爱素色的，全部都糖果色，就是马卡龙色的，然后都素色去做。那前一阵子又喜欢花小花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来变去的。跟你个性也是很搭有吗？我不是始终如一吗？是百变怪的始终如一的变。就是我可能现在觉得 OK， 但是我真的要画布的那一刻，我可能又会全部换了。就是我觉得就是顺从自己想要的做。真的耶，就像我上礼拜前几天来上课的时候，我明明就看上了一块布，看了很久。就那天来上课的时候，我又在挑，结果后来还是做了别块。真的吗？你还是没做那一块？我还是没做我还是做了别块。那就是一个很当下的对啊，就是心情就是变来变去的这样。所以我们店的那个布料风格就有很多种，我就不会局限在我只进某一个老师的布，或者是某一个设计师的布。因为我觉得像有几个设计师我真的有比较喜欢啦，就是比较像 Nora 我就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她的风格很强烈，然后不太一样，但是感觉大家好像没有特别喜欢。Nora 应该是一个综合体啦，它是一个品牌了。对，然后它东西有很很多的设计师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是每个人。但是他每个设计师风格都很强烈，对，那他跟 Coca 的一般平易近人款式就是不太一样。对，但是 Coca 就是你喜欢那个风格，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个人也是一个 Nora， 不是我们这边其实应该都是 Nora 狂粉。我也是，你也是吗？那洗衣机你可以吗？洗衣机我不行。洗衣机我可以的，我们把它 P 的什么？可是我跟你说，电话我不行。拍立得我可以耶。那个我都可以，我很喜欢就是大家可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店曾经来一块布，全部都是人的脸，然后是很写实的。你有看过吗？黑白的可能没有。我的表情。但是就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它很特别。那我比较喜欢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也是会进一些平易近人的条纹点点也是都会进。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要看你怎么去运用它。像他们今天2位都穿条纹啊。对啊，看怎么运用它了，好默契。对啊，我们可能就拿这个来拼一条被子，结果看起来怎么还是条纹？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真的接触拼布这一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手作的话，我觉得手作假如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池子，我觉得拼布是里头很专精的东西，然后它很耐看，就有机会可以做做看了。对，那不然我们先小小问一下哈，如果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那我想要开始做拼布的话，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拼布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色块的结合。其实广义的来，我这样看，我觉得你要怎么去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好困难。还是说老师一开始就会进来教色彩学？我觉得我比较建议的是，你可以去看一些国内外很有名的，不是很有名，就是一些 IG 啊拼布的作品，然后你再去看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再从那个风格开始想说你要做什么。我觉得是会比较好做，因为你无法自己想象得到。对啊，因为除非你是个设计师之类的。对，因为我如果完全没有碰过拼布的话，我会很难想象我要怎么把这些布拼成一个图案呢？对，那有一种就是你可以用剩布，然后你喜欢大概是什么风格，然后再去用那个东西再去挑一些可以搭配的布，然后一起做一个作品。那有些人我知道我很多学生都很想要做一条属于自己的被子，就是盖一辈子盖到老，所以我就会帮他想说要怎么样做成一个大的被子。那当然需要一些时间，很多人做到一半就消失无踪，永远缝不完又来了。这个东西就是永远都缝不完。就是他们会想要做一个就是可能200公分的作品，然后可以永远那个作品，然后可以传给下一代、下一代这样子。对，所以像这个有一些布，像我楼下有个大作品，它那个布就是你一看就可能15年前的布，
就是你我可能看不出来。对，就是你可以想象到那时候，然后买了那一块布的那个心情，每一块布你都会记得那个时候的样子。对啊，这块布好贵哦，最后还是买了。然后这块布是我阿嬷的衣服，我妈剪下来，都会是回忆，我觉得很棒哎。你要不要开一堂就是旧衣拼布啊？不是，旧衣拼布啊，就是欢迎大家把自己家里面不要的衣服，或是像你说的那种小孩子，因为大人衣服你剪一块下来可能有点太浪费了，就是可能太长要改短的时候才会。对，或者是说裤管啊，就是或者是剪下来的什么，好像可以耶，就是做一些可能简单一点的，就是造型变化，来做一堂就是旧衣拼布课。好像很好好创新你们会报吗？我怎么这么会有生意头脑啊？对，因为就是有点类似改造，然后又把旧的东西变成一个新的可以用的东西。对啊，或者是说你就是开一堂简单的拼布课，或许可以让这些原本有在做衣服的人，他家里面有很多剩的小布块，像我家就很多，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然后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对，然后或许你可以开一堂，或许你可以来教大家做一个，像杯垫也够小了吧？其实一天可以玩，或者是餐垫，或者是桌垫，就是可能你只是放在那边，然后上面就是垫你的书啊，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家里的装饰品这样，但是就是一个平面，它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嘛。好像可以耶，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来报名+1。我们底下可以留言吗？可以啊，可以留言，好，没错，反正就4人开团这样。对啊，就如果你家里有。就是你原本没有在做拼布，但你可以来尝试看看。那如果你原本就有在做手作，可能家里就真的会有很多小。但是我要先讲，它真的会上瘾，所以在这之前要真的很。我以为你要说什么，我以为说什么会想放弃。不是，它真的会上瘾，它会变成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抛家弃子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就是你可以把那些东西集合起来，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东西怎么做。如果真的要报名，像我们要开那种课程，就是他可能拿一个箱子装的东西，然后我再帮他挑一些可以用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好像很不错那过程好疗愈哦，可以。对啊，而且如果他拿的是他不要的衣服，他可能可以剪成好几块，他就可以回家拼成4-5个，对，可能一家人都可以用这样。好，有没有？好，那我们暑假结束来开一下。对啊，就是暑假结束，然后可能小孩已经去上课了，不需要照顾啊，或什么的。小孩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对，小孩1年就要换一次衣服，然后就把那些小衣服拿来做成他的小被子。好，而且我觉得人生自己真的要缝一个被子给自己。我觉得你盖的是自己缝的像我现在盖的被子也是我自己缝的，然后因为我正面是拼接，背后一块布，然后我都会把拼接朝着我身体，然后睡觉就摸到那拼接，就觉得哇，好安心不是那个拼接不是应该露在外面，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你知道你摸那个拼接的那个边边的感觉，你就觉得哇，越洗越亲肤。就像有人就是睡觉有一个小被被的概念一样，你需要有那个接缝对，然后我也建议像有一些就是很怀孕的妈妈，她们可以先缝这些被子，然后等到小朋友出生就会有那个妈妈的味道。对，她可以缝自己的衣服对。哇，文案记得可以了吗？输入，我们来稍微把它另外输出一下，成为一个文案这样，我觉得很不错剩布做或者是旧衣做拼布。就是国外很多拼布创作者真的，他们都把拼布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拼好的布块，再做成衣服。对，或者是它本来是拼接好之后接在你已经是成品的外套上面。对，口袋啊，或者是帽子啊，像整件拼布的衣服我也很想做但是我觉得我会舍不得穿。又来，那你就挂在那里，供在那里，真的很多舍不得对，因为你全部拼接，你会花很多时间，然后洗你会很害怕。对。就跟那个小贝贝不能洗一样，小贝贝可以洗，那个只是会哭而已，烂掉，味道就不见了。怎么是这个洗衣精的味道？这不是我的，我天哪！对啊，而且也可以作为宠物啊，宠物的那个拼接的东西，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宠物的围兜什么，如果它太热穿不了衣服的话，因为大家都一直觉得拼布好像很难，其实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与其说难，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不知它要运用在什么地方。就是任何布料的地方都可以。对，像以前我家连窗帘都是拼布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对，就是只要是布类，你就会很想哇，这一块把它换掉好了，这一块换掉。像那个叫什么门帘啊，都是拼布的。好像
很吸引人呢。最近就因为 Niki 就很疯那个拼布，所以我就上网查很多资料。真的吗？然后因为你有查到什么证书班就是做成那个 pattern， 然后他教你一些基本的几何图形。然后后来我就去看了很多拼布大师的作品。他们的图形已经是证书之外的东西。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你开始就连图案就是都可以自己创造。就很像用拼布在作画的那种感觉。对，非常自由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缝的根本，就例如三角形拼接会怎么拼，或者转弯要怎么拼，然后你等到你自己可以画任何图，你就一定缝得出来。对，我觉得那个过程，像拼布有个东西叫万花筒，就是它的东西是放射，很像拿万花筒这样看，然后它所有的拼接都是很细微，然后会照着颜色去刻，哇，那个真的人生要做一篇，很漂亮。对。我真的是很少看到 Niki 这么多话，他就是一个对，其实我是真的非常内向的人，对，他就是聊到拼布啊，就是整个人眼睛在发光，然后讲话都对啊，平常就是非常有朝气。是哦，平常都这样是哦，好啊，等一下放着好。没有，因为我要聊这些事情，其实我前一天晚上都会失眠。又失眠啊？真的我会失眠，因为我就在想说，就是大家听了会觉得就想睡，或者是助眠啊，或者是觉得拼布很无聊或之类的。不会啊，你看我刚刚听完之后，我就认真想要来做一个就医拼布的活动。对，那个罗莎搞不好以后变拼布人。对啊，我也因为这样燃起了想要做拼布的心。真的吗？我是一个本科生，本来就是觉得拼布就那样可是我现在整个被燃起。像他每次你不是看了他们同学的作品，其实你近看真的觉得很美，就是它的拼接跟一整片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啊，我就是看到同学的作品，我想天哪，怎么有办法缝出这种样子？我不是说那个技巧，而是他拼起来的那个感觉。他当初如何想象把它拼成那个样子？其实想象不到，你一边缝才会一边看得到。对，哇，那就是那些，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个pattern，然后我今天确定好图形要怎么接。配色会在一开始就配好吗？我会配好，确定这里要我会配好，但是它还是不是你中途会改变，对不对？不是你还是不是你想的样子，因为有些图案很大，你可能切掉了，或是什么，就是你还要最后才会知道它长什么样子，那个过程蛮有趣的，就是有可能不是你要的样子，那也是蛮可怕的。就是你花很多时间到最后不是你要，但是尽量我都会帮同学看，因为我比较看得出来接下来变什么样子，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东西我建议不要用这个颜色。对，像拼布有些小布片，它就小布块，它不适合用有白底的颜色，因为它远远的看会发现那个地方缺一角。所以我们不会用白底，就这些东西就要告诉学生，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会这样。但也有一些学生他不相信，他一定要做，然后做完就说老师我要拆，我说好，那你拆。对，就是可以先劝导一下。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人，真的可以就是考虑来上个课，或者是去外面找那种一日课程。对，如果真的对证书有兴趣的啊，或者是对啊，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听到这边也有渐渐对拼布上瘾喽。上头啦，上头喽！好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喽。那如果还有什么更想要知道、想要我们聊的话题啊，或者是想要知道的手作人的小秘密啊，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就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还要按赞。对，那我们就这样咯，那就下次见喽，拜拜。